嗨，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怎么变成好嗨了呢？大叔我们一直大不是叔中文 hello 吗？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开场，这是别的频道模仿不了的。那这也是我们的特色。特色被变出变了，本来是 hello，它变成了没有，我对感冒了，我现在觉得那个声音蛮有磁性的。笨叔，笨叔的声音一直都很有磁性。那笨叔因为感冒，前一阵子感冒，所以这个我们也一阵子没有录节目了。那回来又感冒了是吗？我都感冒2轮了。这个表示笨叔最近身体不太好，要多补一补啊，或者是太累太辛苦了。不要把自己累着了，做大叔是最轻松最快乐的事情。今天录完还有2个小时课。真的对，要这么拼吗？对，不用那么拼了。对啊，有时候人生呢要享受一下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最近有一些我的学生跟我反映说，老师，你们最近的播客好无聊哦，都没有聊你们的故事。太正经啊，对，不是无聊，太震惊了。太严肃了，都没有聊你们。对，我好怀念你们聊你们以前的故事哦。我每次听了都会哈哈大笑。可是最近呢，都是不是时事，就是聊一些比较专业的题目，害他都兴趣缺，都快睡着了。那我们今天就满足大家的愿望啊。来，笨叔，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们要聊中国人怎么约会。哎呀，这个是什么题目？小弟我的经验很少，我也很少，可能主要是笨叔的专场了。茶叔都讲了多少次约会的经历？很少，那个都没有什么精彩的，听了也会睡着。所以我们这个我跟灿叔今天又要喝咖啡了。我们喝水，我倒了一杯茶。哎呀，来，我们今天就听笨叔自己唱独角戏，自己发挥一下。哪有？好，笨叔，我想问你，你第一次约会是几岁？然后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啊？其实我想到这个话题，但是我还没有想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挖了个坑。第一次约会就是大一的时候，应该是大一，然后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去一个饭店吃饭这样子啊。先交代一下对方是怎么认识的，然后为什么想跟他约会？对跟对方是你的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差吗？先问别人吧，我自己还记得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吧？不是，这个经历我完全忘了，主要是第一次是干嘛我都一下被我问住了。对方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还聊得下去吗？就是跟对方怎么认识，怎么会想跟他约会，这个很重要啊！你不可能路上随便找一个女生就跟她约会了。对啊，对是当时是应该是去一个朋友的一个生日的一个就是一个生日的一个聚会，然后那个在生日的聚会上，然后就是大家都带朋友过来嘛，然后过来之后，然后在那儿忙的时候，然后可能互相就是聊一聊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就随意聊一聊，就感觉彼此还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还一起玩游戏嘛。你是害羞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互动还欲言又止蛮多的。怎么这么羞涩啊？不像笨叔因为好久了，憋了好久。没事，然后慢慢继续慢慢来。对，然后当时就是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其实当时也没想怎么样，但是其实对方比较主动，对方就是说，哎，我今天要去你们学校那边去你们学校那边吃饭，然后我还就是听说你们那个校园的那个食堂特别好吃，然后我见完朋友之后，你要不要带我转转？然后我说行就这样那你是被人溜圈了，其实也不算一个约会吧，就算就一起溜圈之后，但是后来
就是又约去某一个饭店吃饭啊，去他们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因为他们学校是那个天津大学，所以他们学校有特别有名的一个食堂，好像他们那个食堂里边有这个外国菜，有西餐，然后好多人都是慕名的去那个天津大学里边去吃那家菜，然后他说，那个上次你带我在你们校园转了转，这次你来我们校园，然后我带你去这家很有名的西餐店，所以就过去了。但是其实吃的也很快，因为那家特别火，就感觉好像进去马上点菜，马上吃菜，吃完之后人家就想黏你，因为下一桌要进来，因为大家都排队进来吃，所以也没有感觉很浪漫，一直就是黏着你，我是黏死。我以为对方黏着你来嘛来嘛，结果是没有，但是服务员要黏走你。对啊，吃饭之后，但是就是有在那个校园里面，好像走了1个多小时吧，就是边走边聊。哇，这个好久远的记忆了。但嗯，这个算是约会，就很就短暂的。是中国的约会方式啊，我觉得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中我有同学他们就早恋嘛，然后早恋好像也挺中国的概念。对对啊，然后就好多男生女生就是去操场溜圈，就下课只有10分钟嘛，下课10分钟大家就赶紧去操场溜圈，溜圈的时候可能偷偷的就牵一下手啊，这样啊，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都有。这个就是像国中高中的时候那种很甜蜜的单纯的恋爱，然后都是地下的。像我现在教我的那个学生，西班牙的学生，然后大家都建一个那个微信群啊，这面是 WhatsApp 的群，然后你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头像的。然后我问了他们，都是17、18岁，然后你就看他头像都是男朋友搂着他们，然后有的还在亲着那个脸，就觉得好公开啊。我觉得在中国17、18岁是不敢那个才上高中的时候放跟男朋友一起。对，这个我觉得真正会有这种约会的开始，我觉得以我的经验嘛，我年纪比较大嘛，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有一对就是因为我们是男女分班嘛，男生在我们班，女生在另外一个女生班，他们两个就谈恋爱。这个男生，我这个同学非常的高调，因为那个时候很保守，谈恋爱一般有也不会让人知道，其实是不谈恋爱的。但是我这个同学非常的高调，他每次下课就会跟那个女同学啊，我们嫉妒死了。他那个女生班的那个女生喜欢他，他也喜欢那个女生，就其实就是情侣了。每次下课的时候，那个女生都会到后门，我们的教室有前门跟后门，她都乖乖的在那边拎着一个小包包，然后就在后门等那个男同学，然后我们就我们都会起哄，然后心里想说嫉妒死了，现在大家都认真读书，你在那边交女朋友谈恋爱，但是心里气死了，我们都没有。不怕老师发现吗？没有，那个都下课，老师也管不着嘛。其实后来老师有干涉，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每一节下课，没有一节下课 miss 掉的。可爱的小女生拿着包包，说起八卦太明显了，整个人的精神，温柔的在后门，也不想太张扬，温柔的在后门等着那个男同学下课。然后呢，下课之后，他真的就是下课那1分钟赶快就赶到了，然后一下课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样。就走到操场去，包包里面有三明治啊、小饮料啊，什么什么，就在那边都没人给我准备过甜蜜的，才这个下课才10分钟，他们甜蜜个5、6分钟也好，然后就手牵，再来快上课又手拉着手回去，每节下课都这样搞，谁受得了？天怒大学还是高中啊？这是高中。高中老师不会就是跳或者什么教学主任不会跳出来？其实老师看在眼里，然后呢，甚至是每1、2个礼拜，那个小女生就会写一个情书，
就是信情书。你咋知道这么多细节呢？对，因为这个男同学非常的张扬，他就会说，这我女朋友写给我的了，哎呀，没什么啦，然后就那你看一下嘛，掉到地上我们拿起来，大家好奇，10几个人围在旁边读，读得很大声，就是说你是无爱，那时候还喜欢秀文言文，无爱什么什么什么今生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很肉麻兮兮的，然后很恶心的那种，让人看见妒火中烧的那种词句，气死了。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男同学就是在谈恋爱，无心于课业，他功课比较不好，所以老师开始注意他了。然后有一次上课，他就在下面读他小女朋友的信，无爱什么什么，那边看的那边津津有味。后来被老师点起来，老师就把那个信没收了。以前那个时候是会没收学生的东西，然后没收了之后，老师就当众把那个都念出来了，然后就指责那个学生说，你们现在才现在我们以前高中都这样，对不对？如果你那时候谈恋爱，老师是肯定会阻止你，而且会不鼓励，完全不鼓励这样的行为。对，他希望你专心于课业。所以他就念无爱什么什么，这个是你们这个年纪该写的东西吗？你们这个年纪该好好读书啊，在搞什么？就当场把信撕掉，嚓，那个男同学就哭了，就是我小女朋友的信，然后说你去罚站，然后呢，这个以后不准在上课的时候有这种东西出现。然后讲完之后，老师上完课老师还在上课，对不对？上到一半，因为那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了，然后他当然很关心我们学生的课业跟生活嘛。他上到一半，他就她是个女老师，教英文的。她教到一半，她心里也很激动。同学们，我告诉你们，语重心长的告诉你们，大家都正襟危坐。老师要说什么？老师说，你们这个年纪啊，根据我的经验啊，你们这个年纪再怎么谈恋爱啊，也是帮别人养老婆。所以啊，你们何苦呢？人生这么短，应该这个时候要好好充实自己。那个老师就开始什么道理都讲给我们。有道理啊，我觉得他就是语重心长，真的是让他觉得很激动，上课也上不下去。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他是真的为我们好。是所以那个在罚站的男同学在那个后面那边也听到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其实你们这个时候应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谈恋爱上。对，因为呢，你们这个时候谈的恋爱都是来教你们 puppy love， 就是又开始教英文嘛。你们这个时候谈恋爱以后都不会再是你们的女朋友了，因为太早了，你们还不懂得人生的艰苦，你们还不懂得什么人生的起伏，什么什么，讲一大堆道理这样。然后我们大家就听了，那个时候不觉得有道理啊，那时候觉得老师在放狗屁。那时候比较叛逆嘛，因为高中都是叛逆期嘛。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也没有听进去。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到这个年纪会发现，再回顾一下，感觉真的高中交的女朋友有谁真的以后真的结婚了？没有，很少。说起这个，真的我也真的挺有感慨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到约会，其实真的好多学生在中国这个状态，大部分可能是从大学开始的，但是在高中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对，他们在人前秀恩爱，高调，特别讨厌啊。真的，我是觉得，其实我因为我自己有孩子嘛，因为随着孩子这个年龄长大等等，对异性肯定是好奇的，你肯定是隐隐约约有这种很青涩的这种爱情，就是这种喜欢都会有，向往。其实对，我会希望孩子只是保持在这种状态下，不要再深入，不要过早的进入这种恋爱的状态。其实说实话，恋爱的东西它太实际了，你太早进入东西对你一点都不好。其实说起这个，我特别感慨，就是我也之前分享过，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的发小，他其实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和他的女朋友好了，他们两个都是在同一个乡里的，他两个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成绩特别好，所以到了高中之后，一整个3年下来，老师也知道他们在谈恋爱，同学们也知道他们在谈恋爱，但是因为他们学习成绩太好了，老师不会管他们没有影响学习成绩。但是说实话，这种爱情呢，其实因为太纯粹了，等到他们上了大学又是异地相处，因为有这个，其实因为人是这样的，会对感觉年轻的时候在一起的人感觉好像要愧疚一样，
不舍一样。大学的时候其实又在异地，感情其实慢慢就变淡了，到最后其实结局很惨，我是觉得很惨。就是我那个发小，当时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他回了老家，女孩留在龙泉，他反倒去了我爸妈在那个县城叫云和，在2个县城，他们其实就是周末见一下，后面慢慢的就是因为各种问题，其实结婚了，都结婚了。我们当时我都回去当伴郎了，对。然后呢，在结婚的当天，我那个同学，就我那个朋友坐在走廊里哭。我说为什么哭？对，因为他有了另外一个姑娘，在他工作单位，他还结婚，对，他还结婚了，所以他对，然后后来就他和他的这个老婆就陷入了长达1年的拉锯战，就是离婚和不离婚这个事情，最后闹得特别特别大，最后1年之后离婚了，然后就是那姑娘被伤得很深了，对，他是已经慢慢步入新的生活了。我是觉得，既然你都不爱人家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人家结婚呢？说实话，是不是？结婚，那个姑娘我觉得是挺惨。那个姑娘当时我和我老婆结婚的时候，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嘛，那个男的，所以我老婆又自己的朋友都没有回到我们老家，所以那个姑娘给我老婆当伴娘的。那姑娘人是很好，很文静，也就是后来是当一个英语老师，人是很好的。后来我老婆也劝她，就是真的在那1年的拉锯战里头，我老婆也劝她，就真的已经到这份上了，你不要再坚持了，你只是让自己更痛苦，真的。对，所以那个姑娘也挺感谢我老婆的。后来因为有她，因为在那个时候人需要被支持嘛，所以我和我老婆一直觉得，虽然我朋友是我朋友，但是我觉得她做的这个事情也很不地道。但是呢，我们一直觉得那姑娘，其实那个姑娘她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说实话，也没有说特别有魅力，但人还是不错的。对。但是这么多年，感觉她也没有什么新的这种恋情啊等等，我们会觉得她真的被我的朋友给耽误了她的人生。哎，想不到今年有一个反转，今年突然之间在她朋友圈说她有孩子了。有孩子了，对，就是他之前把所有东西都隐瞒起来，他可能之前伤得比较深，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真的有了孩子，他也没有一开始没有发布自己孩子的照片，只是说了一下自己截了几个那个他喜欢看动漫，日本动漫里头那些台词，就说呀，终于自己也当一个妈妈这种状态，我们很吃惊，我老婆直接发微信问他赶紧把孩子的照片发过来。我们挺替他开心的，但真的在那个时间，就像茶叔刚才分享那个状态，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你过早的进入这个状态，其实并不是很好。你保持那种暧昧的，其实我会觉得很好。你对爱情一种向往的这种状态，不要太早进入恋爱这个实质性的这个状态。特别是在大学之后，我觉得反倒还已经成年了，倒无所谓。对，其实灿叔说的是，真的就是中国人的想法。对。因为中国人会觉得不要太早谈恋爱，是的，不然的话会产生可能道义上你必须要跟这个女生要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这才是我们的想法。是的，谈恋爱就是最后要结婚了，最终之路。但是对啊，我觉得我有很多外国学生是相反的。是的，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典型想法了。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己那个魅力值最高的时候啊，当然在魅力值最高的时候，你能吸引到更多的异性。就是我有很多外国的学生说，谈恋爱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婚啊，就是2个人喜欢，那就在一起交往，那最后分手也无所谓，那在一起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很多外国学生也会开始反驳我的想法，他会觉得说，你们的想法就是结婚了，从一而终，最后走上结婚这条路，但是最后可能会变成像灿叔的朋友的状况，他可能是为了道义，为了不辜负这几年的感情，不辜负这个女孩，她其实已经不爱了，所以他们为了道义，为了一个正统，所以才结婚了。但是我很多外国学生，其实我当时想对自己孩子有这个想法，我是不想让他过早的去经历这个爱情里面比较丑恶的东西。说实话，就是你日常的都很琐碎的争吵啊，这些东西，甚至包括身体接触这方面的比较不怎么好的方面，太早进入，其实于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是这样想。对，因为我有过那个在北京的时候，我跟一个丹
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起合租了一个房子。嗯这个丹麦的听学生听听听听，是可以把这个，他就是性跟爱分开吗？是这个对，意思？他是可以把性跟爱分得非常开的一个人，嗯而且他是那种就是1米89那样大高个，嗯然后金色的头发，嗯，然后就大帅哥，是一身肌肉啊，然后就嗯真的大帅哥啊，嗯然后他就是每天约会一个女孩儿啊，他然后认为是他也有一累积经验值啦，经验值越对，他在高越好德国也有一个女朋友，正嗯牌的女朋友啊，嗯但是啊。两地分居。然后他在北京，他就是每天约会，每天约会，然后每天我回到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一回到生怕家可能现场更好，直播。因为他的约会都是就是一条龙的，就是先领到家里，然后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客厅，然后那个客厅你可以就是因为我们是在24楼，你就可以俯瞰北京的那个夜景。哦，很浪漫啊，啊。然后那个是落地窗，就啊是从上到下就是风景，你看到外面就是风景啊。对，然后他把那个客厅装饰的就很现代，然后那个很有情调，所以每一次我回到家一开门进来，我看他正在跟一个女孩站在窗边，昏暗的灯光，然后正在这个很有情那调。个庆祝喝红酒干杯。嗯然后我一看到这个场景，赶紧我就溜到我的房间里，嗯不想打扰他们。嗯然后每次可能有时候尴尬，就正好撞到了，然后还要问好什么的，然后那个女伴儿还要跟我聊一寒暄聊。几句。我在想，反正明天我也见不到你了，明天就换一个人为什么明天还要跟你在这换一个聊？对，就是他每天换，然后晚上那个噪音很大，就你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什么是很噪音然后这么大？还在在垃圾桶发现。现保险套，对不对？对，然后对我就发现啊，就是有一些西方的学生还是把对，这两件完全事情分得特别清。对，嗯跟我们认为要一定有发生关系要负责那种观念不同。这个观念当然在中国也慢慢的比较淡了啊，但是当然我觉得还没有到西方能够这么分得那么清楚。他跟我说的就是说，他如果不经历这么多女孩的话，他不会知道到底对一个人到底是真的爱还是不是爱啊。他想要，我说扯淡，你每天换一个，我是觉得你过一段时间换一个，我是能理解。你每天换一个，纯粹就是肉体上的需求。是的，对，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也没有，或许这是他的对爱情的精进的一个哲学，或许也是这样子。我觉得每个人对爱情的解读跟行动的方式不一样哦。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约会主题吧。不要跑掉了哦，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我们约会的内容。那灿叔呢？灿叔，你约会就跟灿嫂吧？对啊，还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人物出现？没有。我非常的那你跟单调。灿嫂的约会，是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第一次约会应该是大二吧，大二的时候啊，因为我和灿嫂其实在之前就认识嘛，所以，而且她之前是别人的女朋友嘛。我和你们说过嘛，对对对，那你们是哪一次才算正式的约会啊？因为你们肯定私下以朋友的身份，你们肯定也吃过很多饭呐，接触也没有很多饭。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几个点，确实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吧，可能是有。首先就是当时他要排一个话剧嘛。排一个雷雨这个话剧，对，要英语话剧，就是也没人帮他，刚好呢我英语比较好，他因为之前我就是莫名其妙认了他一个姐，因为他皮肤也比较黑，我也比较黑，所以他当时莫名其妙认了一个姐，但是也不是特别亲，一开始就是会偶尔开开玩笑，后来他知道我喜欢另外一个就是隔壁班的一个姑娘，还帮着我去追他那个姑娘呢，就是也就是这样慢慢的有点熟悉了。后来就是因为他要拍这个雷雨这个话剧，刚好男主角没有人演，他就觉得我可能还挺合适，而且刚好我英语也比较好。后来就是有一天下午，就是
算是不能说约会，就是我陪着他一起去处理这个剧本，要把它翻译过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自己没有电脑的，去学校外面的网吧里头，然后拿了一本这个雷雨的原著，一点点把它抠下来，然后我就帮他一点点把那个翻译过来，我们俩一起弄完之后就下午了嘛，就准备吃饭了嘛。就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对吃饭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他是说因为觉得挺不好意思要请我吃一顿饭，我就说可以啊，然后他就说问我想吃什么，就看我想吃什么请我吃什么。我这个人是这样，我不是怎么喜欢别人破费或怎么样。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学校门口有那种炒饭啊，什么扬州炒饭那种，一份也挺便宜的，我就说那就吃那个。其实这个可能是让我给他留下比较深的印象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人不贪便宜，就是吃东西很随便。后来就是他真正开始排这个话剧之后呢，就是可能我这个人，也比较能融入这种表演里头。以前当然没有发现过自己这个特点，但是真正表演里头，就他在里面的角色是我妈，所以我不断的给他下跪。我以为你们是男女主角呢。女主角是另外一个啊，我不断的给他下跪，就是啊，雷雨不就是跟妈吗？对不对？不是雷雨是跟后妈有，然后和自己的亲妹妹也有，对，反正很乱了，对，就是演到后面，就是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她其实有一个男朋友，就我老婆其实她的不是说她是莫名其妙有这个男朋友，就是那个男朋友也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就是长得也不好看，但是呢，我老婆那会正经历的高中一个情伤，就是好像情绪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刚好那个男的想追她，她有一个闺蜜刚好是同班同学，然后就说就是被人家一个冰激凌给收买了，就怂恿我老婆和人家好。我老婆那会儿也没有细想，就和人家好了。对，那会儿我们俩后来就是在排练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需要调动情绪啊什么的，刚好的我有一些爱好可能说实话在一般的同学看来就是一般没有得到一些同样觉得你喜欢这种东西，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想。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听一些纯音乐，就这种就没有歌的纯音乐，那种可以让你进入一种比较忧伤啊或者一种空灵那种境界的东西。那个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流行 MP3 嘛，拿个 MP3 去网吧下一些歌我在那听。然后他说刚好我老婆那会儿刚好说就是这个情绪调动不起来，我就说我这有些歌你可以听一下，看一下你能不能调动起来这个情绪。给他一听他觉得他后来和我说很好奇我这个人竟然会听这种类型的歌，因为就会发现你这个人平常好像话不多，但你听的这种东西还挺深的，就突然间感觉有点共鸣这种感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慢慢的就聊，因为我是觉得人和人认识都需要一个契机，就在那一个一起排练戏剧的时候，每天都要见面，一起做这些事情，还要沟通啊，一起调整，肯定会聊一些话题。然后他有时候会叫我出去聊聊，随便说一些话题。但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单独两个人，只是说有几个人在一起，大家随便聊一聊，吃吃瓜子啊什么的。但后来莫名其妙就是这个感情就有点升温了，就是互相就给对方的好像一些暗示一样，这种感觉互相都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就很想见到对方啊等等，会分享一下自己心里一些想法啊等等。后来就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个老乡，我们浙江的一个老乡，我在他家玩电脑的时候，我们俩在 QQ 上聊天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好像感情有点升温了，我感觉到这个状态。那个时候因为之前一直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就是当然也有喜欢过的女生，但是在那个状态下突然觉得好像对她的感情好像挺强烈的。这个时候他好像对我也同样的这种感觉，我是觉得不断的升温到那个状态下，我在那个上面就说那你要不和你的男朋友分了和我在一起吧。好大胆哦。哇，对，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就是不是说突然之间说这个话，而是觉得两个人慢慢好像都差不多领会对方的意思了，就觉得好像这个人还不错，挺能懂自己的，有些话也能聊到一块儿，所以刚好就是那么一个状态下，所以在那个之后我们才是有第一次的正式的约会。然后我记得当时是
在怎么他们就正式的约会就是你是就是对变成男女朋友的身份去约对，会。第一次正式约会啊就变成男女朋友的身份，第一次请他，其实中国人是这样，第一次请客，要么就是请吃饭嘛，请吃饭，对就是在学就你要校的时候，搞得特你可能会别一点吧，对，一般会既然吃的比较简都确定身份了，单一点，对。但是以前自己要吃的话，会比较随便，学校的一些学校的那种，哎，你像快餐一样的东西也会吃，吃面啊，吃炒饭比较简单。带他去吃第一次的话，就吃了一个川菜的那种，点了好几个菜，刚好就是一开始也挺，反正印象不是特别深刻，就主要吃了一顿饭。后面可能中国人的约会感觉比较简单，没有说没有接吻，没有你有拉手啊，不可能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我感觉好都像也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了，还男女朋友关系是啊，后面慢慢可能就涉及这些，但是不是第一回就涉及这对个。对，你等了几次约会才拉手啊？肯定得你主动吧？我主动，好像是嗯我们学校有那个，放映室，它不是电影院，就是在图书馆的、啊图书馆的最上顶层那里，就是有好几排座位，前面有个大的那种屏幕投影的那种。对，当时我们两个都挺喜欢看电影的。就一开始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其实还是瞒着同学们的。就虽然她和她的，因为她之前男朋友也是我们同班的嘛，她的男朋友认识她的闺蜜，所以我们可能也怕别人一开始知道，所以一开始我们两个还有一些遮遮掩掩的。就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她和她的闺蜜是坐了一排，我坐在后面，所以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是手这样伸过去，你也走。这不别人还是看到吗？你们要不坐一排？不是，你是漆黑一片，刚好坐在他后面，就是电影院嘛，在就是对看电影的时候黑的嘛，你就两个手牵一牵，这种状态还是有的。但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的，这个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年代会发生的事情。是啊，对我也做这个啊。啊，你来讲一讲。不好意思，也是在电影院去拉手啊，就是在大街上还是有点害羞，不太好意思。会有。我们这个年代会还是不好意思把它，还是需要电影院来加持一下。好的，我的就这么简单。茶叔，你的呢？我刚刚就一直在想我要讲哪一场，就是哪一场？我的意思就是劲爆啊，不是压轴的。我的约会都没有很精彩，就是我就随便挑一个讲好了。印象最深刻的，我也没有印象，就其中有一场，就是说我那时候刚出社会，然后那时候很迷，就是在网络上交男女朋友要上聊天室认识人啊，没有开始怎么去认识呢？所以我就上那时候有一些很红的聊天室，就去那边跟人家聊天。那过了一阵子就认识了蛮多人的。那我们那时候非常流行唱 KTV 嘛，对，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他找了几个人去唱 KTV。那我想说我也很喜欢唱歌，我就跟去了。然后 KTV 大概那次有6、7个人，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也是聊天室，我知道她的 ID，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她。那第一次见到面，我觉得她也蛮开朗的。后来我们就在 KTV 里面边唱歌，然后当然没有唱歌的时候就聊聊天，我就只有跟她聊，我没有跟其他人聊。2个人在 KTV。没有，我们有6、7个人在 KTV， 但是我只有跟他聊天，因为就看得比较顺眼嘛，目的也昭然若揭嘛，对不对？就是重点都没有别人跟你抢，因为刚出社会，就是马上就想要做交女朋友这件事情嘛，这是肯定的嘛。就是好奇，或者就是马上就想做自由了，已经脱离学校生活了，我可以试试看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女生就跟我聊，她说她是机场的空姐，她是那个不是那个是什么航空啊？立龙航空的空姐，立龙航空的空姐，立就是站立的立，龙光荣的龙，立龙航空的空姐。然后说空姐啊，那空姐因为我住台北嘛，那个机场是在桃园比较远，我说那你怎么通车？她说她在台北有租房子。我说那你的房子租哪里？然后我就直接问，他说就在离 KTV 附近而已啊。我说那很好，然后过去坐坐，没那么快。
就聊了，就觉得他蛮健谈的，然后长相也算清秀，那个性也蛮不错的，就对他有一些好感。那个女生我觉得她也蛮喜欢跟我聊的。那我们大概唱了5-6个小时，我们就各自回家了，没有后续。那我那时候年轻，喜欢熬夜，喜欢打电动，喜欢熬夜。当天晚上我打电动打得很晚，也没有再去想唱歌的事情。后来就接到一通叮叮叮叮叮叮，那就接起来，然后就就是第二天了。没有，那当天晚上，因为我们在 KTV，我们在 KTV 有留电话了，互留电话了，他就是打电话给我，我就接起来。我说，我是那个 KTV 那个女生，我说记得，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其实我们蛮有默契的，就是他也很健谈，我们就聊了大概4个小时，我聊到凌晨。那天刚好是礼拜五，对，我就聊到凌晨，隔天不用上班。那最后，哇，你这一天好丰富，就是先唱歌唱5-6个小时，然后打电动打5-6个小时。年轻真的生好，对，我现在没办法了，现在可能聊到20分钟就睡着了。然后他就是我们聊到，其实我觉得这女生蛮好的，但是我那时候不敢，就是我本来想问说，要不要当我女朋友这之类的啦。才第一天哦，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停了大概几秒钟，他就说你要不要当我男朋友？先问我。真的吗？还是人家主动啊？他先问我，然后我就松了一口气，还好要我问我还真开不了口。对，你印象这么好，第一天主动打电话给你。对，我就说好啊，我就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默契很合，他怎么问我就怎么答。是几岁的时候啊？刚出社会，也当完兵了，所以可能27、28左右，27、28左右，27、28了。然后其实我之前也有在前面的 episode 也聊过这个故事了，不过这个我聊的是后面的，这是前端的故事。那后来就是他说那这样太好了那我们就在一起吧。我说好啊，那就这样了，就很快第一天就 OK 了。然后都没有约会啊。隔天我就去他家，对，因为我总要去看看他住哪里嘛。那他住台北，我就去他家说，去他家看一下。然后他说，你在楼下等我，他打扮。然后在他家楼下，我找地址嘛，找了蛮久了，找到了，我就在他楼下等他，他就下来打扮好下来，我们就去，就是台湾有很多很有名的一些老街我们去淡水老街。去买一些东西啦，聊聊天啦，然后那时候约会多土啊，就是说，那个双麒麟很好吃我买一个给你好不好？他就很骄奢说好啊这样，然后就买2个，他就一个我一个，这样就开始。双麒麟是什么？冰激凌是吗？类似冰淇淋的东西，对，一边舔双麒麟，一边就是逛那个淡水老街。那淡水老街很多人嘛，自然而然就手就牵起来了。就都很自然，也没有想什么，也不需要问，你要可不可以牵手？没有这种事情，就直接牵起来了。然后，那好快啊！对，然后呢，这个他就说他其实很喜欢来这个，因为他住的地方离淡水不远。他说他其实常常来这边，但都一个人。那现在有一个人作伴，他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就说他很喜欢吃淡水的鱼丸，还有一个东西叫阿给，阿给就是类似豆腐里面包米粉。冬粉这种东西，对，很好吃，加甜辣酱，哇，那个非常好吃。想想那我吃的，对，我请你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阿给很有名的一个小摊位，我就点了，我们2个就吃起来，然后也很满足，就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说要去大餐厅，就是去一个很平凡的小摊子，我觉得我们就很开心。那我就喜欢这种气氛，跟这种女生，她不要很华丽的。什么名牌，他要很高级的餐厅，他才愿意去。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朴实的女生。其实约会都是这样吧，我觉得相亲才会去那种比较高档的饭店。可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的女生会比较喜欢要比较讲，比如说以前那个年代，你说去麦当劳 ，OK 啊。现在这个年代，你跟你约会对象说麦当劳可以吗？不可能。以前约会是可以的。对。那看女生喜不喜欢你了，女生喜欢你，你带她去哪都 OK。说实话都行，对，主要是跟人，对，跟人只要对位了，去哪都好。所以我们后来他说他想骑脚踏车，我说淡水的确是有脚踏车步道了，我说好啊，那我们就骑吧，我们就租了脚踏车，协力车
你们知道协力车吗？2个人骑的那种是吗？一起骑的，对，淡水有出租那种协力车，就我在前面，他在后面，然后用就是一起骑一个比较长的脚很踏浪漫呢车那种我都没有过这样的约会哎，然后就你怎么都骑，有都然后好俗，就是吃饭我们就和看电骑到影，因为那个时候淡水还比较原始它那时候甚至那个海水边还有一些海蟹在那边一直淡水在海爬边啊。在海边，在淡水在太平洋出来就出海口就是太平洋这边，然后应该是台湾海峡了然后我们不管，我们就骑着，然后就也没有说什么，他就慢慢就搂住你的腰，搂住我的腰，然后我们就这样，然后把就头靠在你那时候还有的背上，还没，那时候还有田埂，我们就说，我就说我小时候最喜欢这种田埂的景色，真的很美，很喜欢。他就说，我也是耶。然后我们就是一边欣赏风景，就这样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约会，感觉什么年代的约会都差不了太多对，然后就差不多傍晚了，对不对台湾叫傍晚我们差不多傍晚了。可是他怎么称呼你啊？阿茶，那时候就叫2个名字叫茶茶呀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傍晚了嘛，然后其实差不多要回去了，对，因为就是太久了，就玩太久了，然后他就说不如留下来就是再待久一点，他要带我去他住的地方，他要煮东西，煮晚餐给我吃，我想说有一点在考虑啦，因为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会考虑，就是心里千转。这个百转千回就是从唱 KTV 开始到现在还没睡过觉，就是思考了，得休息一下，感觉就是那一刹那，他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刹那，其实我的脑中好像已经思考了好几个小时，但其实实际上才过了2-3秒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说好去啊，对，就说好啊，然后就去，他就，他还蛮会炒菜的，炒了一些菜，家常菜，然后蒸饭，我们就吃了一顿很平常的，在他的住处租的地方，看着电视，然后就这样就吃起来。对，那吃完大概7点多了，然后我们那他知道我喜欢玩他知道我喜欢玩游戏嘛，所以我们就是他有一些游戏，我们就一起，他也在玩，我们就2个一起玩游戏这样子，玩，真8-9点都没有肢体的接触。其实我那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一到了晚上，男人一到了晚上，每一个小时脑海中都有很多情景在跑。走马灯那种感觉，好像电影的胶卷在那边放，我就会觉得这1小时会发生什么，那1小时会发生什么，我的心里就开始有很多想象，这样。就这个时间你要主动啊，就是没有，就后来就9点多快10点了，然后我就留下来嘛，肯定都我很晚了。那如果不回家，我还这样讲，如果不回家，我先打电话跟我爸妈讲一下。他就说好。我就说，我就真的打电话，就说，我今天明天早上才回去。那我爸妈也无所谓了，他说都成人了，你要怎样，对不对？他们也不晓得我去哪了嘛，因为我去哪都不会跟我父母交代，他们只知道我出门了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都没有，就是说躺在床上拥抱一下这样。我还没讲完，还没讲完，你急啥？电话急啥？你是猴子急什么？怎么感觉？因为我感觉你要讲完了，要回家。没有啦，那天我就跟我爸妈说，我当晚不回去了嘛。然后就9点多就看着电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那他也要来躺在床上，就很尴尬，但是就这样，然后就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这样子，就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对，而且发生的有一点奇怪，就这个细节就不要叙述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普及的告诉我们，在会员节目的时候在搞会员节目在，不行，就是吊我们胃口，怎么奇怪？就是2个人都躺在床上，电视就放着。然后你就感觉电视跟你已经无关了，然后就会感觉就要发生了嘛，然后就很自然，他也很主动，说实话，他可能真的，我觉得那一次见面他就蛮喜欢我的，
应该是啊，你不然们不要看我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啊？你们不要这个不看我现在奇怪啊，奇怪的你点是们现在不要在哪里看我那么又老又丑，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讲话蛮有没有啊魅力，还是怎么样？我他觉得你但是我要肯定有知道奇怪自己的的点魅力，是哪里肯定是，对他就是不是帅哥型的那种魅力，所以我觉得他喜欢我那时候的谈吐跟我的风格，嗯，然后他就蛮主动的，然后既然女生主动，那个事情就会发生。都是成年人了嘛，说实话，对，那为什对么奇那也没怪呢？听起来很正常。就过程我有点尴尬的奇怪啦，这个就普及的就先不讲，因为这个讲了茶树，我跟就你发生过一模一样的场景，哦，哦，真的吗？就是嗯，就我有一次约会，就是一般约会的时候，就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但是这次约会就是感觉啊，好喜欢啊，就是特别喜欢的类型，然后就反而就不敢主动了啊，然后就我知道他也想发生点什么，我也想发生点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坐都在在那个地等对方毯上，靠着床，然后我们看电视看了一整个晚上，然后什么也没然后发生。啥？什么也没发生，那你和看茶树怎么可电视的时能一样呢？候感觉大家都在互相你怎么暗示，跟我就是比呢？你怎么跟我比呢？我们是发生了，我知道，但是就是感觉就是我蹭一下他，他蹭一下我呀，身体就是碰一下呀，这个都会啦，然这个难后免。或者是把手可能放后面一点啊，就但是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就干看电视看了一晚上啊。那你俩后来有发展吗？这个你喜欢的类型？因为我那时候在迈阿密，我没有车，所以虽然我很喜欢这个人，但是他住的太远了哦，我没办法对过去看他，他也很少到我这边来，就不了了之就了。慢慢就淡了，对不对？对，对，那其实我这个对象就是说，后来他真的很喜欢我，所以我其实平常日要上班嘛，所以我都是周末我一定会到他住的地方。那我们就会，而且我比如说礼拜六我一早就去，然后我们就一起吃午餐，吃我们最喜欢的那个最喜欢吃的那个叫什么凉面，那时候夏天最喜欢吃凉面，他们家附近有一个非常地道的凉面摊，我们都会去吃凉面。然后呢，就到了晚上去逛街，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情侣该过的生活。但是我也很喜欢这种生活，一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他必须要到桃园去住了因为工作的关系，离得比较远了所以他就搬去了桃园。那我就说，我跟他说没关系，我还是每个礼拜去桃园找你所以我们那时候他搬去吗？远不远？要坐火车，可能要坐1个小时，也还好1个小时。那就是那时候在桃园也过得蛮好的，因为我们去探索那个地方嘛。我们有去吃，那时候还没有吃素，所以有吃韩式烤肉、蒙古烤肉。就是每次我们都会找新的餐厅去吃，去享受。然后就是我对这段恋情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他对那方面的需求真的也比较大。这样讲可以吗？可以，我明白。在普及的节目可以讲这种事情吗？可以，就是偶尔你没有做过那样的。就是高难度的他的动作没有高难度，动作不是那种，不是，他是次数上，不是技巧上，次数上他会需要的。你就像有时候我跟他一起去过泰国旅游，然后那时候我有跟你们说过，我曾经送他一个相簿就是我去拍，把他去冒险，然后玩一些设施的样子都拍下来，我帮他很用心的做一个相簿，然后都是他跟我，然后我最后把这个相簿当生日礼物送给他，他开心极了。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他一开心，他就会有那个需求，就会然后那个气氛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是次数上，对，因为这一方面我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主动的人，所以一旦他主动，我就我觉得蛮 OK 的，就会这样子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我偶尔坐在那个床上翻一下那个相簿，他可能就想起那个美好时光，他就觉得我们也来享受一下重温那种感觉，对。
然后当然这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也对啊，很好。也没啥。那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那个时候你这种刚性格可能出社会需要更主动的人，说不来。对，没错，特别我对那方面我比较保守，我说实话，我比较不可能主动。嗯对，那所以其实这段恋情后来会分手的原因就是还是距离的关系。因为每一次早上我都礼拜六早上我都要每周末都要去一次桃园，然后桃园其实该冒险的什么我们都去了，然后后来就是到后期我们也偶尔意见不合，就是会吵架会什么的。然后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爱情的方面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都是我要去桃园去找他，然后我们大概该做的事情该去探险的地方也都做过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我说实话啦，我这个人是很容易厌倦的人。说难听也不要说喜新厌旧，而是我对重复的事情得要重复做，变成不是一个乐趣，好像是一个工作或责任了，那我觉得就不是一个爱情的本质了。所以我因为这段恋情谈了3年。哦，挺久了，3年挺久。对，3年，然后这3年间我都是必须要这样通车什么的，然后久了真的就觉得有点累了，有点麻痹了。然后呢，他工作也忙了，所以就是我们争吵的次数比较多了。所以我其实后来思考了几个晚上，我在家里思考了几个晚上，然后那时候我也经历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外，我妈妈就是手被机器弄断了，对，就在这一段恋情的当中，中间，我还带她去医院看我妈妈。我妈妈其实不晓得我跟这个女生谈恋爱，我这个事情我是不会跟家人分享的，然后她也流眼泪，其实那是算我们就是谈恋爱谈到中间的时期了，那时候我蛮感动，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手出意外之后，她真的流眼泪，她还握住了这个我妈妈的手，就是很心疼。为什么？因为这个女生她没有妈妈，她妈妈很早就去世了，她只有个爸爸。然后所以她对我妈妈受到这种苦难痛苦，她心非常不舍，她就握着，她真的也没有讲什么。最奇怪的是我妈也没有问什么我妈那时候就看着她，但是她知道她是我带来的，可能是朋友或什么，我妈也没有问什么，可能他们心领神会，大概知道意思，就让她握着手，然后就一直流眼泪这样。你都没有介绍了吗？你不是说这是我女朋友？对啊，我们家庭是不，我们家庭是不会去公开这种事情，就是我不讲，我绝对不会讲，这是我私人的事情，我也不会跟我爸妈分享，家人也不会问，我也不会跟我家人也不会问我们家人觉得这种事情非常隐晦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家。就我的任何感情事情，我是不会跟家人分享，这是我自己的。不是还有一次带村姑回家住，家人也没问。那个就是另外一段，哎，孽缘，就是那个家人也没问你们两个什么关系。那个肯定有问，那个肯定也知道，只不过那一段就真的是孽缘。那个是在前面对吧？那是后面的事情。在后面对，那就是又是一段孽缘了，说实话，但是也蛮刻骨铭心的，说实话。对，然后所以我跟这个女生分手，我没有跟她见面分手，我算蛮不负责任的，我是用电话分手。就是那一天晚上，我决定要分手了，我是在家里，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说过，跟她谈恋爱那段时间，除了我妈妈的这个重大的事件之外，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我搬家了。我从一个租了10几年的房子搬到自己真的买下来的房子，就是这里。对。所以那是第二个重大的事情。其实这2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有蛮大的影响。因为我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子。对，所以有了自己的房子，对自己的生涯规划，对自己所有的未来的想法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不再是以前那个人了，所以我改变了，所以我对恋爱的憧憬也改变了。所以我那一天我就在这个位置，我就看着窗外，那时候是大概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我就打开窗户打电话给他，我决定要分手了。我就打电话跟他说，
哎，最近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吗？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真的累了，我们就这样吧。然后他懂我的意思，他就哭了。他极力想要挽回，他说两个人，我说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好像已经没有感觉，好像遇到了瓶颈，遇到问题了。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相爱，如果遇到问题了，不是应该共同讨论跟解决吗？不是一句话就分手。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哦，他讲的对啊，非常有道理哦。听的也很有道理。对，对，所以为什么然后要跟他分手啊，茶叔？对，就是我觉得我已经不再那么爱了，然后我觉得我到他家去的这一切就变成好像工作，变任务一样成一个啊，任务，我要去完成任务，我才能升级。但是现在升级不了了，因为已经到达一个瓶颈了，我没有办法再升级了，我没有办法再感受到新鲜的感觉了，所以我想要分手。就是任何恋情到一定阶段都会这样。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然后我跟他当然也没有家人的感觉，我们并没有结婚，没有家人的，我也不想那么早结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就的爱情就到这，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进步的感觉，也没有越来越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这个东西不是说讨论讨论就好了。我跟他说讨论讨论，可能我们1-2个礼拜又好了，但是再过3个月，再过5个月呢，事情又会回到原点。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希望你可以理解，然后就这样吧。我大概这样跟他聊了20分钟，我就说那我要挂电话了，他还在哭，然后我就真的把电话挂了，因为他已经没办法说话了，他很难过。那我如果再一直听他哭，然后我也你会有时候心软的。对，会割舍不下。那其实我考虑分手也已经考虑很久了。那如果我就这样又重复不分手，又开始重复这样的循环，我觉得我受不了，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就这样咯，好好照顾自己，再见，我就挂掉了。茶叔，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么漫长的人生当中，就是你内心没有想过你想要一段什么样的真正的感情？我真的，你这个问题我真的有想过。我不是不需要感情，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的感情。对，因为我是一个，我一直觉得我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喜欢的人。对，你这前面几段都有点被动是吗？感觉好像也不是，我觉得我真正喜欢的人，就是我曾经谈过几次恋爱，是对方的外表我不是那么喜欢，但是他的人很好。那时候是将就吧。有些恋爱是这样，就将就点吧。就谈谈看吧，说不定我会很喜欢他。后来发现没有。那可能久了就变成一个工作了，变成一个任务了，我就分手了。所以我有时候问自己说，我一直到这几年，我告诉自己，要么就不要谈恋爱了，要么就真的想要找一个真正喜欢的人。我可以跟自己相处，我可以跟自己独处，而且我可以活得很好。但是真的要有另一半，我真的希望我现在的感觉了，我真的希望是一个对方外表我很喜欢，然后个性我也很喜欢，真的能够跟我契合，然后对，如果没有就算了，就遇不到就算了。但是我现在，我谈过很多恋情，然后不要说很多啦，我谈过一些恋情，但是我都觉得有一点将就，不是对方将就，就是我将就。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我不需要轰轰烈烈，但是淡淡的爱情也无所谓。但是我就是希望找到一个自己真的打从心里喜欢的人。对，有这样的人，的确有这样的人存在，肯定有，过但不好找。就是有这样的人，但是爱情难免会有一些不足。
那这些不足，你不可能期望自己遇到完美的爱情，这本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情，而是你喜欢他的热度能不能够去弥补这些不足，如果可以，我觉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我遇过，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外表、内在、个性的，然后就是我还在试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试就是不期待会有什么结果，而是我觉得有时候，我现在有时候就是每天好尴尬，你不要尴尬。那挺就是好的，还在渴望这种东西，起码有一个，我其实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一个巴基斯坦的女生啊，这是我最早知道的那个下文，对，就要不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这个东西哦，我一直不想提，因为为什么有一点畸形的恋情。你嗯，们真的要听吗？听嘛回到就是会员，要听啊回到会员节目好了，每次因为就是我不是很想聊这个，你要不想讲就。你要不要说奇怪和畸形？你一说完这个，我们两个就你给我们一个更好奇悬念，这个钩子我们就不得不听下去。就是我的频道是因为这个女生，我是说对我知道，我听我听过，因为这对个女生创的。嗯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多聊这个女生。其实我跟她一直到现在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哦，那个频率就是每天，对哦，每天那可是还是从来没见过现实生活中，对吧？现实生活真的没见过，但是我们会就是当然手机上见过、聊过、看过，就是很亲密的这个不是接触啦，我说言语上很亲密的那种感觉。那边年龄有差距吗？差很多，差很多，他才30出头吧。对。然但后去巴基斯坦也很容易吧？我觉得，对，想去就去了。这个不是去与不去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这段恋情是有宗教的问题啊，还有种族当然不是问题，还有文化的问题，还有你们两个就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我有想过哎，可是为什么要聊这个呢？这个最主要的关键是你们不晓得了不了解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特别这个女孩子是在乡下，非常保守，家庭的控制很严格，是吗？对，第一个就是他们要结婚或要交往，就是要同样是同宗教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呢，他们在20几岁的时候，甚至10几岁的时候，女生就会被父母逼婚。我说这个已经结婚了，他已经结婚了又分开了吗？还是我跟他感情很好的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是后来因为父母之命结婚了那所以这段恋情就很畸形啊，我也不能再怎么样。但是我又觉得他真的是我蛮喜欢的类型。而结婚之后，他也很畸形啊！你结婚之后，我们还是保持像以前一样很紧密的，就是每天都联系，那是真的是。他有每天联系，就是那不会被老公发现吗？她老公不会，就是所以我就说有一点，我当然我说实话，这段恋情我也不会怎么样啊，他也不能怎么样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都很喜欢对方的，对啊。然后我曾经这个恋情一开始有一个最畸形的地方，我曾经想为了他去信伊斯兰教，对，就刚才的第一条啊，你就满足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去了台北的清真寺，然后我不晓得你们对改信宗教有什么感觉，你们可能一辈子都不曾想过这个。因为我没有信仰宗教，所以不知道。对，那我是佛教徒，虽然不是很虔诚，但是我的确是信佛教的。20-30年信佛教的人生，突然要你改信一个宗教，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击跟感受？
我那一天我真的感受到，我一进清真寺哦，我鞋子一脱，因为他们里面都要脱鞋子，然后清真寺里面没有一个具体的阿拉像，什么都没有，对，空的，他们没有这种偶像的观念，然后我一进去，我们这边有很多像印尼的外籍劳工，或就是信伊斯兰教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就跪下来，然后我告诉自己说，感受到什么？我要改姓，我说不出口，然后我就哭了。我那个时候哭是因为我感受到20-30年，你都已经习惯了佛教背景的这样一个文化，突然要你改变，那个冲击有多大？然后我就哭了，不能控制。那个哭就是说，不可以并存吗？这个是一种背叛，还是一种从善如流？这应该不可能并存的，当然能并。还是一种为了我喜欢的人，我可以抛弃我20-30年的文化底蕴。我到底是什么人？我那时候其实哭得蛮大声的。然后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我嘛，如果我抛弃了我20-30年的底蕴，我为了这段其实是没有结果的爱情去做这件事情，即使对方告诉我伊斯兰教有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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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我是谁？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没有答案，我就哭了。然后那时候旁边就很多信伊斯兰教的朋友就围在我旁边，就看着我在干嘛，为什么在哭？然后因为他们都外籍人士，他不晓得我会说英文，也没有怎么样。那有几个小孩子哦，他们都带小孩来，有几个小孩就在摸我的手，握我的手，好像在安慰我这样子。对。然后我就站起身，我就没有再做什么了。我也没有什么去改姓的这些动作，我就离开了。我穿上鞋子，我就离开。回头我再看一下这个清真寺，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还是要做自己，我没有办法做别人想象中的自己，我也没有办法为爱情放弃自己是谁，所以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他说他懂，他都知道，他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他很高兴我曾经去试了，所以就是其实不算畸形啊，这个还好。就是其实这段恋情很有挑战，然后是也没有结果，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挑战。我也搞不清楚我在干嘛，我是谁，因为没有真正的得到。我觉得你跟你之前的女朋友是你得到了，你习惯了，然后其实这段5-6年的恋情，我得到了很多，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我们曾经吵架，曾经他有3个月都没有跟我联系，曾经他有过心理就是类似忧郁、抑郁症的这种过程，我都陪他经历过，然后就是甚至在前几年，我会跟他一边视讯，然后就这样一整个下午都跟他聊2-3个小时。曾经也有过这么热恋的时候，对。就我觉得这段感情是现在还在，然后又可以稍微填补一下在恋爱的方面、感情的方面不足的地方，同时又让自己觉得非常有挑战的一个事情，一定没有结果，但是很有挑战。这肯定能够带给你心就是越有里一定的挑战满足了越难忘，我觉得越想要我就是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肯定我的 bucket list 一定会要去一趟那里，然后肯定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一个人去，2个人回来。我一直不想，我曾经Ben叔有说过，那你们就去第3国，我真的有一直想过这件事情，甚至去中国，中国对巴基斯坦非常友好嘛，对啊，但是就是以后再说吧，因为我觉得这段恋情是已经不可能，人家都结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能说这段恋情是填补我某些缺少的片段。我目前是这样告诉自己。那以后怎么样，我不会去多做设想。然后
我也觉得很满足啊，就是每天还听得到他的声音，因为他会传那个 voice clip 给我，然后也会传那个 video 给我，所以就是我也觉得淡淡的这样也蛮好的，但我一直觉得旁人听了可能有点畸形、奇怪、惊世骇俗，或这觉得没有啊，这爱没有情就价值是这样，或无聊，但我个人是很满足于这样的感受，就是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至少有人我现在至少有人可以寄托一下就好了。对，就是这样子，对啊。爱情其实就是一种寄托呀。对，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有寄托就好了，何必想那么多？人是不是明天就死了也不晓得，对不对？所以他也常常告诉我一些伊斯兰的教义，就是人什么时候无常都会发生，所以他的意思也是，我们就把握现在，未来的东西不要太做设想。对，关键我觉得是你俩现在这个状态是相互喜欢，不管有各种事情。对啊，这是最重要的嘛，对吧？相互喜欢是一个最原始的欲望跟最纯粹的一种行动嘛，那何必又去太抗拒这种事情？是，所以我现在就是平常心看待，毕竟这段恋情也带给我有许多非常好的影响，包括我的频道的创立，包括其实他也给我很多情感上层面的支持，这个是其他人无法给予的支持，所以我会觉得很满足了，就够了，对我来说就够了。其实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真的，它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肉体其实是一方面，真的情感上、精神上这种支持力量更大，真的愿意一直这样相互扶持会更好。就是我曾经很幼稚，我曾经很幼稚的，就像我前几天生日嘛，那很多学生哦，真的那个整点一到就生日快乐，老师生日快乐，我都不在乎，随便啦，我就在乎他有没有对，我觉得他有没有一句生日快乐，没有一年他记得，他每次的理由都是一样。看我们的节目吗？巴基斯坦人他不看，巴基斯坦人他从不庆祝生日，不是巴基斯坦人，是他自己从不庆祝生日，所以他从不记得任何人的生日，他每次都以这个当理由，我每年都生气，然后他每年给我的理由都是你每次生气我还是爱你，然后我就好吧，好吧，就是他说我希望我每天都让你有过生日的感觉就够了，你生气你不想跟我说，我真的两天没有传讯息给他，他还是传讯息给我说没关系，我还是爱你，你不传讯息给我还是爱你，你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爱你，就是这样，他就这样，然后我第3天我就软下来，我就想多好呀，这多好呀，真的多好，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你也会觉得好像也是啊，爱也本来就不是一句生日快乐可以解决的嘛，然后就也挺有意思的，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的啦，对啊，我也很满足，终于这个故事听到这么深入的地方，对，其实这个故事中间有很多一些曾经要到分手就不再联系的地步，那个就以后再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这段恋情没有兴趣，因为我个人觉得下一次谈闹分手的经历，我个人觉得这段恋情一直是一段于我于他人应该都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去谈这件事情。对，其实不奇怪，说实话。好吧，我们今天是聊约会吗？今天根本是个八卦大会吗？好，希望各位同学跟Ben叔一样，灿叔也应该很满足，非常的满足。听到了，感觉我讲了那么一个敷衍的故事，然后后面有这么多瓜可以吃。对呀，我们这一集本来期待Ben叔给我们非常精彩的故事，没想到我的是最敷衍的，他敷衍了我们啊！上次用西瓜敷衍我们，对不对？这次用的是什么东西？这是对，这次没准备好，已经快要忘记的一段回忆来敷衍我，想半天硬挖，好像是什么现挖。对，好吧，那希望今天大家都吃到瓜，也满足了。我们已经有分享个人的八卦了，希望你们还想要有八卦的，在底下留言。其实我们还有啦，就是希望你们继续订阅支持嘛，我们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讲呢。好，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